美国媒体关注到了解放军的打击能力与台军防御能力之间的对比，并最终得出了解放军的矛强于台军的盾的结论。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美国知名军事类媒体战区日前刊发文章，对解放军可能的武力统一、收复台湾行动进行了分析。其中值得注意的部分是美媒对台空军生存能力的分析看法。与台媒那种动不动就宣称台空军有能力对抗解放军空军， F-16 可以单挑歼20的迷惑言论不同，美媒在认真研究台空军的分布状况以及所处的现实环境后，得出了台空军生存能力堪忧，需要打个问号的结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台空军现有的生存保障能力和手段与解放军的远程精确打击火力完全不对称，属于明显的矛强于盾。美媒在其报道中首先表示，台空军目前拥有约140架美制 F-16 战斗机，54架法制幻影2000战斗机，还有129架 ADF 轻型战斗机。这些战斗机中比较能打，可以用作主力的，只有那140架 F-16 战斗机。台空军的计划是未来将这些 F-16 战斗机全部升级至 F-16V 标准，借以增强战力。至于剩下的那些幻影2000和 ADF 轻型战斗机，说实话，这些老爷飞机的战斗力，别说是对抗歼16和歼20，在解放军歼10C 的面前都有根本实力的代差。不论是对空探测能力、挂载的空对空导弹性能上，都有相当大的性能差距。更不用说台空军的飞行员飞行时长和解放军完全没法比，在飞行经验上也不在一个档次，差距悬殊。当然，即便是不考虑战机间的性能对比这种斗兽棋游戏，单说体系对抗，台空军也全然占不到半点优势。因为台空军最先需要面对的打击并不来自于解放军空军，而是来自于解放军火箭军部队。美媒表示，为了应对解放军的强大精确火力打击，台空军目前想出的办法是将主力机队，尤其是 F-16 战斗机，转移部署至台湾花莲和台东的山体机库内，以求能躲过解放军的第一波东风导弹轰击。在这里，虎牛需要说明一下，上面提到的这两处台空军基地属于挖空一部分山体，将机库储存和维护保养设施修建在山体隧道内的地下掩体工事。两处基地均被台岛中央山脉环绕，仅有东侧暴露在外，以供战机起飞降落，可以说是天然的庇护所，有一定地理优势。起初设计建造时的目的，便是为了抵挡解放军强大的远程火力突袭，为台空军保留最基本的战时生存能力。目前来看，只能说台空军起初的设计构想还算可以，但时过境迁之后，却已经很难再指望这两处山体基地发挥作用。美媒表示，台空军这两处基地虽然在过去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现如今伴随着解放军研制列装了越来越多的先进弹药，尤其是特种钻地弹药、巨型温压航弹这一类的武器后，这两处山体基地的实际作用已经越来越低。解放军已具备越来越成熟的通过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直接击穿基地外层的山体掩护，将打击火力精准投射到地下机库内部进行爆破，进而对基地造成毁灭性破坏的能力。也正因如此，美媒认为台空军的战时生存能力其实是需要打个问号，并非高枕无忧的。且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面对解放军越来越强的各种先进打击弹药，台空军正处在一种束手无策的状态。要虎牛来说，美媒的分析确实说对了一点，即是解放军现在的确有能力击穿外层山体掩护，将台空军的战机直接击毁在地下机库内，来个就地销毁。在此前的解放军大规模环岛军演中，我火箭军部队装备的钻地弹头型东风15短程弹道导弹就已经在央视的公开报道中亮相，公开展示，并进行了实弹打击测试，最终跨越台湾海峡，精准落在了预定目标落点，展示了其可靠的精确打击能力。其所配备的钻地弹头
拥有击穿目前已知的任何一款地面加固机堡以及深层地下掩体的能力，打穿太空军的山体掩体自然也不在话下。此外，中部战区空军在前不久发布的视频中，还展示了一款质量大约在7至9吨、爆炸威力应当在12至15吨 TNT 当量的巨型温压航弹。这证明我国军工目前已经切实掌握了开发这种威力巨大、被称为亚核武器的巨型温压航弹的能力。此类武器的研制开发能力，之前仅美俄两国拥有。如若能配发钻地版本的超重型温压航弹，那么其在击穿山体后，对任何军事基地的破坏力都将是彻彻底底的毁灭性的。威力巨大的温压爆破，在空间有限、环境密闭的山体内部，会成几十上百倍放大威力。一发航弹干掉一个中队的战绩都不是问题。